缘起缘灭缘终尽，花开花落花归尘，这就是昙花最好的写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本期要聊的依旧是我们维拉的大小姐凛夜。凛夜母亲早逝，是父亲秦信独自抚养她长大。秦信是上一任执行官，凛夜的生活自然是吃喝不愁，但父亲从小对她进行的就是精英教育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凛夜，有着远超他人的能力，但依旧得不到父亲的认可。凛夜的身体并不太好，这一点遗传自母亲。为此，秦信给凛夜制定了魔鬼训练，但成果并不理想，反而因为一次意外，凛夜受伤，更需要静静疗养。至于他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当秦信死亡后，凛夜从修行中归来，身手已经非常厉害，而且还可以用异能击退强大的阿比斯，让人不敢相信他以前居然很孱弱。归来的凛夜会戴上面具，穿上夜行衣，穿梭在城市上下，寻找一些蛛丝马迹。他就像影子一样，保护着京都。接下来就是干货了。凛夜的异能来自于哪里？最可能的就是疗养的那段时间。那么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？凛夜的武器是以昙花为理念，昙花一现为韦陀，而且只在夜间开放。瞬间的芳华就像凛夜的生命一样。当然这只是武器的设计理念，但比较有趣的是凛夜的 PV 里也出现了昙花，而在昙花的尽头站着的是雷贝。为了了解凛夜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：雷贝究竟是谁？凛夜一直说雷贝是故人的女儿，而这个故人就是战场。但我很奇怪，如果两人是旧识，他们的年龄应该相仿，雷贝真的是人类意义上的女儿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凛夜起步也应该到了结婚的年龄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故人的女儿只是借口，雷贝只是实验体。但官方目前的剧情走向却给了另一种可能，站长真的是雷贝的母亲，她和恶魔做的交易就是拯救雷贝，雷贝依托阿比斯的力量存活了下来，但站长却被迫履行诺言与阿比斯合体，只能把雷贝托付给了凛夜。凛夜怕的是雷贝知道了真相，他会责怪自己没有阻止站长去送死，所以凛夜一直非常自责，他也怕雷贝知道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身世后选择阿比斯那边的阵营。显然阿比斯对雷贝也是极为看重，这个原因可能就是雷贝是阿比斯与人类的结合体。从人造荆棘我们能了解，荆棘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斯帕克可以吸收荆棘的原因。那么凛夜静养的地方就清楚了，正是聆听者17计划实验室。但凛夜并没有和荆棘融合，而是受到了荆棘的力量影响，拥有了领域。是福是祸还不好说，官方给凛夜的设定是昙花领域，昙花又是韶华易逝，这是不是说明凛夜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呢？强大的力量往往都需要代价，但现在已经出现了更糟的事。于林通过对舞台的调查，得知了歌者事件的真相。阿比斯想要的是雷贝，而当时的荆棘传达的正是站长的意志。但疑问也出现了，阿比斯对雷贝究竟是友好还是敌对？他们是想抓雷贝回去，还是要消灭他？吞噬者当时的攻击是要杀掉雷贝的，但也有可能只是测试。如果当时奈美西斯不挡上去，可能吞噬者的荆棘就要被斯帕克吸收了。目前的疑团依旧很多，雷贝的身份依旧是最大的谜题。其实还有一种猜测，雷贝是人形阿比斯，凛夜杀了他的父母，但这个猜测缺少大量证据支撑，只能作为一种假设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